一道铁丝网隔开了两个世界。这里就是世界上最紧张的边界之一——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传说中的北韩就在几公里之外，让我们亲眼看看这个最神秘的国度。Hello， 各位，我们今天呢要准备去哪里 ？DMZ， 我们要来去最靠近北韩的地方了。所以今天是买什么行程？KK Look 的行程 ，K Look 的行程。各位，今天一早先来买早餐，然后我们就要去参加 DMZ 的行程了。然后呢，我们呢这一次是跟 K Look 先买，然后来明洞9号这个地方呢，来等一下我们的导游啦。那我们这次呢是报名 KK Day 的行程啦，它有 DMZ 的团体专门车子，还有它的名牌。记得呢去 DMZ 是要带护照的。那导游会发上他们那边的旅游导说地图让你先了解当地状况。我们现在正前往南北韩的交界处啦，这条冷战遗留下来的分界线，长达250公里的缓冲地带，是世界上军事戒备最森严的地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历史吧。各位，这个公园整个的大小跟环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呢就是临津阁啦，它是1950年韩战后所留下来韩国代表和平观光景点的。那这里呢也开始有很多观光客会来这边探访这里的历史啦，也有观景台可以看到远方的风景呢。OK， 观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全南韩最北的 CU， 如果是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哇哦，我这边有 DMZ 的纪念品店，跟武装的东西果然都比较有关。各位，这里面也有很多的餐厅跟咖啡厅可以用餐所以呢，中午来的朋友也是可以吃一下。在这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历史，像是眼前这个平和钟阁代表着韩国对和平统一的愿望。远方还可以看到通往新义州的火车啦。另外，这间商店很酷，可以买到北韩的钞票哦。各位，在临津阁公园这边可以买到一些北韩的钞票，然后里面还蛮多面额的，大家可以去挑选一下。然后呢，买了一个我觉得蛮有北韩特色的农屋还有他们的代表人物然后这个应该是他们的那个门。必须谢谢我们的瑞生帮我们解释，刚刚那个列车好有故事性哦。那个列车我听到开往鸭绿江这个故事，我就觉得不得了。它其实就是通往南北韩的一个对，然后其实他们是渴望可以一起的。哇，忘了跟大家说，我们现在人在哪里？临江阁的公园里面啦。接下来等下进去之后呢，还要有军人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护照，确认身份，才可以进去 DMZ 非武装地带。那目前这边只是它的入口而已，那这边还有一些蛮多故事可以看的地方，我们就来去看看。我们现在在临津阁的 roof 顶楼上面的屋顶上面，可以眺望这整个临津阁公园。哇，很难得来到这种地方，特别的地方，有一点点严肃。是。通往自由的自由之桥，各位再过去那边那个山再过去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北韩的方向啦。那这个就是一个列车，然后在旁边呢还有那个缆车可以乘坐。哇，然后下面有一个万拜堂，跟刚刚的一个轨道铁路的那个风景。那临津铁桥有2座并列的桥，在韩战时其中有一个被炸毁，仅留下铁桥的桥墩至今呢，你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战争的痕迹呢。对我而言放在这里不是展示品，是一段段的历史。那才曾经行驶南北的列车你可以看到车身斑驳，弹孔清晰如今呢，就一直停留在这里，铁轨还在，但通往北方的道路却中断在这里。但列车原本应该是要行经这样，从这边一路这样往上，但是中间这一段目前是消失了。各位这边都会放一首这样的歌曲，这边有写这样的歌曲呢，是从这里播放了，它是朴建浩作词的。哇，失去的30年，还有这边有写那首歌的意义耶，是寻找离散的亲人真的我就说这首歌里面。他说，在138天里面，直播公放了453个小时45分钟，让1万多个离散的亲人可以团聚在这边一起听这首歌。哇哦！
各位，这边有一个可以前往刚刚那个桥面的地方，他跟你说啊，可以走到哪里？然后呢，它的售票亭从这边可以进入。OK， 这边有临江町的天空步道参观的那个门票，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当时的那个在临江上的船，哇，然后示意图就长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哇，在临江上，各位模拟在临江上。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呢，继续前往我们更内陆、更靠近北韩的地区啦。前方呢是我们旧的都罗展望台啦。那现在呢有新的展望台在这边，那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北韩的风景。各位，我人现在呢正在我们的这个都罗展望台那边，在我身后这栋建筑，再往后看，其实北韩只是因为那边没有拍照跟录影，就没有给大家看了。其实还蛮近距离可以看到开城市区跟工业区。真的还不错，然后呢，蛮震撼，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个神秘的国度北韩啊。那由于呢里面不能拍照，所以我们会先透过这个荧幕啊，来让我们看看，可以看到北韩开城市区的样貌。爱的破绽一样的背景，然后北韩呢 GPS 风信号，那边12点方向真的白色的很高的公园，北韩的第3城市开城市。就公园后面红色字的话，爱国市场，我们国家地主。然后看看1点方向，一个北韩的铁塔，160米的，没有人住，假的，现传出给我们看的啊。我这个板门店，JC这个，右边南韩的，左边北韩，中间蓝色屋顶的话比较矮，从这看不见。板门店。蓝色屋顶的话，一半是韩国，一半是北韩。如果你们参观板店行程的话，可以进去蓝色屋顶。那虽然呢没有办法直接拍摄给大家看，但导游有提供一些照片。那这里呢都要透过这个望远镜呢，就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的北韩国土啦，跟北韩的地区啦。我们呢现在呢就站在这个都罗的展望台啦。眼前那片看似平静的土地啊，其实已经是北韩了。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对面的村庄、建筑，甚至是旗帜在远方飘扬呢。距离很近，却又无法跨越。眼前的这条界线啊，不只是地理距离，更是一段历史啊。站在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南北韩的分界不是课本，是现实啊。在这边呢，可以看到眺望远方的城镇，真的是很奇妙的一种感受跟感觉呢。如果各位仔细看啊，你们可以透过望远镜看到这边呢，还可以看到北韩人民呢骑着单车呢经过的一个画面，真的是太特别了。那因为呢无法现场到板门店，只好用模型带大家看一下。哇哦，各位，刚刚呢还有一个会议厅有2层楼高，然后呢它整个玻璃是落地窗，整个就是看过去就是整个开城市区，还可以看到板门店，当时南北韩啊他们开会的一个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南韩国旗啊、北韩国旗啊、统一村跟北韩的一些村庄，然后开城啊的一些城市样貌，然后呢导游还会准备一些望远镜，可以让你直接眺望远方，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可惜没有照片可以呈现，太可惜了，没有那个影片可以呈现给大家看。各位，这边还有一个纪念品店，在这个观望台这边呢买一个它很有名的 DM 粒黑豆巧克力。另外在这边会常看到这个符号标志，叫你们要小心地雷，不要随意跨越啊。接着呢，我们会来到第3隧道啦。这个是当时由北韩啊偷挖到南韩的一个地道。那我们如今呢，可以呢走进去探访一下里面的样子。跟北韩的距离呢只有170米，你们现在可以叫靠地方的。那么参观的北韩的真正的第3地道呢，地下平地的这边260米，然后那个位于地下13米。我们7、8年为了发现北韩的第3地道，韩国挖过去。7、8年，我们韩国的我对入口的话，这边看见吗？
各位一样不能录影，但是跟你们介绍一下第三隧道那个，它里面有那个黄色的那个圈圈，就是北韩当时人用洞口用被南韩找到那个弹药，他说要开凿，然后把那个弹药放在那里面的那个洞口，然后里面就会有那个烧炭的黑黑的那个炭。你看我的虎斑，这里就有了，赞，对，直接可以抹在土脸上。那个就是当时候被炸弹炸的痕迹。然后里面就真的跟一开始开凿出来的不一样，开凿的是很平滑的，有机器是很平滑，人工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坑坑凸凸的，对。而且真的会撞到，我跟你讲，我170几公分嘛，我跟你讲，弯腰走路，你这样子动一直撞，我有一次撞太大力，然后被一个外国人看到，他瞬间他说 Are you OK？ 各位，这个是 DMZ 来这边必拍的牌子啦，哇，这个是那个什么象征和平的吗？里面是一个朝鲜的地图，然后上面是北韩，下面那个他们希望把它推在一起，合在一起。哦，那各位这边会有一个观光接驳的小型电动列车啊，只是呢现在刚好是没有在启用当中的啊，不然的话就可以不用爬得这么累了。哇，也介绍给大家。好的，各位，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 DMZ 的导览，看了一下非武装界限啊。刚刚还看了那个这边有一个那个宣传影片，然后看到当初就是北韩啊，他那边有挖那个地道，然后其实呢，这附近目前已经有发现总共有4条的地道，那真的是还蛮奇妙的一个旅行啊。第一次那么靠近北韩，刚刚那个地道最近的话，就只有170公尺的距离，超级近的。好了，先分享到这里啊。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地图，这边可以玩的一些地方，包含我们早上有去的一些临江阁啊，然后展望台，哇，当然你看有这个船可以坐，然后有这些吊桥，有一些行程会包在这里面的，它整个都是这个播州地区的一个观光景点。各位，我们现在来的这一站呢，叫做统一村。统一村呢，就是在这个 DMZ 这里面的一个小村庄，然后这边有少数的人还有在那边生活，然后就会有人买一些纪念品啊，在这边有一个纪念品店，哇，很多观光客就会在这边。好，立的 DMZ 米酒喝喝看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统一村这里啦。各位 ，DMZ 这里的名产黑豆人参酒。这个米呢，也是这边听说非常有名的，只是我们不能带农产品，就不能带。但 DMZ 的米，导游是说非常高级的，有超狂消费力，买了个小米酒，超赞。结束了今天一整天的旅行啦。今天呢，我站在世界最敏感的边界啦。原本以为会感受到紧张、压迫，但留下来的却是一种宁静。铁轨停在半途，隧道挖向未知，望远镜里的村庄近在眼前，却无法触及。这里没有战火，却仍然记着战争。也许边界的存在是为了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那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各位，我们下集见，拜拜。